当你看到这尊水月观音的第一眼，你一定会被它的外观所惊艳。然而，这尊被誉为现存中国壮观雕像的文物之作，如今却离家千万里，居于美国的艺术博物馆。而心痛的是，像这样离家的国宝还有很多。据统计，在47个国家200多座博物馆里，存放着大约167万件中国文物。167万件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这些文物足以证明了我们5000年的历史。仅仅是英国博物馆就只有中国的文物23000多件，甚至包括东晋顾恺之之传世之作《女史箴图》。我们每个国人都应该知道，大英博物馆都做过哪些强盗事。当年列强不仅瓜分我们的土地，甚至还冒出一些英国的考古专家，打着保护文物的名号，在我国那是大肆搜刮文物，偷着运回大英博物馆。偷运文物还不是让人最愤怒的，最愤怒的是他们对文物的恶意破坏。且不说运输路上坏了多少文物，光是正在展览的九龙壁、敦煌壁画等文物，就能看出来因不好运输被他们强行切割的痕迹。而最践踏尊严的是，他们用日式的折屏装裱法剪裁我国的画卷，造成永久的损伤，无法修复。盗墓贼里最著名的叫斯坦因，他强行剥夺敦煌壁画，总面积居然达到32000多平方厘米。回国之后还被英国人尊称为英雄。在1988年，青年学者陈文平第一次访日讲学，震惊于陈列于日本各个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，其数量之多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。自此之后的30多年，陈文平教授致力于国家国宝的溯源调查和追溯返还。这30多年，他走过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等等20多个国家，所看到的中国文物数量之多，无比也让我们都跟着心痛。30多年后的今天，陈文平教授将这几十年的追寻秘籍整理在新书《离家的国宝》中，为每一位读者讲述那些文物过去的历史背景和现在的处境。167万件都放在书里不太现实，只选择了108件留存于海外还没有回家的国宝，每一件都介绍得非常的详细。这本书也是付出了陈文平教授半生的心血。出版社邮寄给我的时候，当我拿在手里的那一刻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。5000年的泱泱大国我们的国宝早晚有一天会回家。